Hello， 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剑魔绝活哥的一个上单出装符文搭配。这局的话是对线狗头，像对线肉的话，可以直接做星石，星石的话可以造成一个百分比伤害，也能给自己叠个护盾。但如果说对面是吧玩那种鳄鱼那些，你可以选择第一件就做兵刃，更好的去拉扯。其实这里面就是不好打对面的，因为诺斯那个狗头不给机会，你看站在后面，他就直接不跟你打。你这里的话，他直接就往后拉，而且这里升了2级，所以消耗一下线。这里知道他在那里，所以尝试先操作一下。这狗头这样子直接交易的话，兵线肯定是回推线了。不过差不多，也还好。像狗头的话，一定不能用 E 技能，除非你那个 E 技能是刚刚好只清掉那个兵，然后不打到后排兵，不然的话一定是漏兵线的。看这里面经济上面、经验上面就有压制了，而且在漏兵。对面狗头起码是少漏了2个兵的经验的。你看又漏兵线，经验和钱都吃不到。其实狗头一定要耐得住寂寞，那你这种情况下他不会玩，那你就可以尝试各种的消耗他，把他逼开那个经验区外。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回家把那个小锤子做出来。还是选择把反甲鞋给做出来。这里可以看到他带的符文的话是有坚壁堡垒，因为确实这件装备坚定堡垒的话，这件装备确实很适合一些上单团战的时候。这里对面狗头的话是利用大招清兵线，想把兵线推进塔里，不让剑魔卡线，但推不了的，因为他打不动那个剑魔。前期的话也失误了，用 E 技清兵。等级上还有经验上都是，但这里有个伏笔，就是剑魔是做了板甲鞋，对面更打不动，所以做板甲鞋确实，如果说做了那个小锤子，先做小锤子的话，有可能在这里的话来中路抓一手，直接开大有闪现的 Q 过来一穿墙给。但闪现不要太招脚闪现，先逼对方的走位，这样的话没有红 buff 比较可惜，但有蓝 buff 的话减 CD 其实前期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这狗头的话玩的虽然看起来不怎么会玩，但还是蛮恶心的。
这里的话尽量就去做卡线，那边狗头的兵线和经济都是很差的，经济上已经压1000了都。这里上来3段 Q， 但刺史剑气打不出来，还漏很多线的，所以这种发育情况下，对面狗头的那个发育区会拖长很久。要等狗头发力的时候，可能游戏已经结束了。但这里面队友好像有点乱。打野是稻草人，说实话，这版本能掏出稻草人的，不是真爱就是那个叫什么？不是真爱就是为爱发电的玩家。一般很少人会去掏这个英雄出来。这里的话拿到3个人头，帮队友也拿到了小龙。这水银的话感觉出早了，应该是顺手点的时候就点出来了，以为有些。但打狗头如果知道他的阳痿枯萎，不叫阳痿。的话确实不舒服，早点做水银的话就舒服点吧，只能是这样子。但节奏的话肯定是拖了，伤害的话没有那么高。倒是狗头的虚伪，确实伤害。就是不是伤害的问题，是那么要移速，而且控制有点久啊。说实话，他那个3秒还是2秒，2秒多吧，还是3秒。就建模的话，还是需要一些移速的方式，就是来靠他的技能啊。要打多段技能的这些英雄，还是比较吃移速的。这里对方。如果不出来，就一直控兵线，控到他难受。这里的话，其实有打野来帮忙的话，这个鳄鱼那个狗头的话，不知道死多少次了。这个1塔已经没有了。哦，对面看这里面也是做了那个，直接大招接 Q 闪。收掉对方的狗头，确实看对线狗头的话，并没有什么太爽的，但也不能不看，是吧？什么都要看一看，是吧？大家才能学到更多的。比如说你打狗头怎么对建模，对吧？建模你打建模的时候怎么对狗头，这也是个技巧。如果会玩的狗头是这样子的。这里的话大招，然后直接越过对方的前排，找到后排，对面。裂开但两边都是互换后排，但建模的话肯定续航能力比对面更强呀。但这里的话可以尝试把上路塔给拆了。
这里的话往队友这边靠，因为在跟狗头对线的话，这时候情况就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自己的优势跟对方的劣势拼在了一起。这里的话直接可以尝试越塔了，但派克不肯进塔，这有点怂了。如果派克能进塔的话，这个射手都根本来不到这个位置，但还好2技能命中以后拉回来了。对面金克斯也没想着第一时间跑出去，这样的话中路塔还就掉了。狗头在下路推的，这里的话直接把对方2塔拆了的话就很赚了，因为前面还拿2个人头的嘛。可能是打野死了，队友都不敢碰大龙，其实可以直接打大龙都可以的。对面男刀都不敢，对面男刀也死了呀。直接回去把兵刃做出来。对面打野的经济还是蛮高的，一直在做事儿，一直有收到人头。这里的话强杀狗头有点亏的，不应该这么直接的。这样的话，对面打野中间漏了，还好没有选择去打大龙。如果对面去打大龙的话，这波就亏炸了。这里男刀直接来越塔，找到露露，这里往后走，肯定是往他们家方向跑的。一技能拉过来，有大灭，还是差一点吗？还是反抢跑了，追，队友拿到了。那这样的话，对面没什么状态，可以尝试直接来。这里的辅助找到了，开野辅助很灵性，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来打大龙。拿完大龙以后的话，可以尝试推进。把对面的中1塔给推掉，然后上高地。这里面射手又送出去了，哇！这样子的话，狗头起来了一点点，把人头送给狗头了。狗头3-2了都。这狗头线上的时候只被单杀过1次。像剑魔啊、鳄鱼啊，它的装备其实没那么固定的，像也可以选择第2件做焚天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爆发会更猛烈一些。做3项的话就持续战斗能力会更爽、更舒服一些。就打输出的时候，这里的话稻草人上去直接秒掉对面的下路双人组，这里斩掉对方的狗头，利用大龙 buff 赶紧做推荐。对面男刀也是很稳健，这个高地的话是能破的，因为对面没有太多的长手去作为清明线。在这里男刀利用自己去隐身开团，那没有大龙 buff 了，那就撤。因为这里面你能推掉那个中路2座塔已经是赚了的。这里的话刷完对方的野区往下路靠就够了。
这里回家把死亡之舞做出来，把自己的那个容错给搭配上。像新装备的话，其实叫辉耀美德，这件装备的话更适合一些纯肉英雄，为了团队做贡献的时候去出这件装备。像新之刚搭配辉耀美德还是蛮不错的。这里的话，在家待了很久，还是想着最后一件装备做什么更好。这种情况下有个点哈，这里的话是选择想做木刃，木刃的话就是得杀的更多一点。对面确实扛不住这剑魔开大灭以后的伤害，你看这里直接就秒掉了。但如果说你不是很好打的话，还是得做一下容错，比如说像复活甲也可以。这里队友全送出去了，还好不影响。对面的炼金和中路就中野搭配很好，这里面就是一条命玩到底，死一次就爆水晶是吧？这里一直在针对对方，因为对面也是怕开了大灭以后的那个剑魔扛不住这个伤害。这里的话直接单防住对面的男刀，男刀翻出去了以后是不太敢再直接进来那个打的，因为他闪现进的话，那可能就直接死了。像剑魔大招在后期确实很快。那这里的话，拿完这条大龙，有龙魂双龙，就是双龙会的情况下，对面是完全打不过的，可以直接这剑魔，哎呦，这差一点把大面，好，已经续上了这大面。还好击杀成功了，这个大面一直在续上。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好，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